嗨，大家好。刚刚呢，我结束了在碧云社区这个地段的骑行。但我现在呢，还是在碧云路上啊。从这里呢，向下一个目的地联阳国际社区那边骑行。当年呢，在浦东这边的2个知名的国际社区啊，就包括碧云国际社区和交通更加便利啊，离世纪大道更近的联阳广场、联阳社区。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呢，2个社区其实并不遥远啊，大概也就是3、4公里这样的一个路程吧。所以呢，我就悠哉的从这边呢继续在联阳国际社区里面穿行，最终呢，希望能够骑到联阳国际社区。在这样的道路上骑行啊，老实讲，真希望能够多骑一会儿，因为呢，就是感觉啊特别舒服。到了这个南安路呢，我就去拐一个弯，再去看一看另外一家叫协和的国际学校啊。教育啊，对一个国家啊，即便是对一个个人，都是非常的重要。我想现在中国的很多的知名的学府啊，我指的是那些大学，基本上都是西分东渐，引入西方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教育的系统。但是呢，对于那些中小学的以前的那些学校啊，可能呢慢慢啊就已经消亡在历史的这么一个阶段里面。像现在这边的国际学校，还有很多呢私立的学校啊，它会影响到一小部分人，
让这些人呢能够融贯东西不同的理念。不管是这些人将来身在何处但凡他只要跟中国打交道，他就多少呢能够理解曾经在这边土地上生活过的经历，给他带来的一些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一种理解。那同样的这边的很多的孩子，他们将来可能就是因为曾经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面度过了学习的时光，使得他们呢对于西方的这些文化文明也多多少少呢有了一些了解。这边呢就是协和国际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与刚刚那个德威学校相距不远。经过这个学校的门口没有人能够预测但是呢，在这样的这个学校里面接受过教育成长的孩子，说不定在某一天，在这个国家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成为某一个关键的少数也未可知。好，现在呢，我就打算离开碧云国际社区，向着下一个目的地进发。前面呢就是碧云路，我们继续右拐，顺着碧云路呢继续骑行。这边有不少的公寓金桥的服务的公寓。我老板他。
从这边开始呢，就不是碧云路了啊，是新金桥路。这边呢都是金桥股份的啊，这么一个大企业在这边开发的一些商业的区块。刚刚呢，我去看了一下碧云社区里头那个国际学校啊，结果呢就把路给弄反了，骑到了相反的方向啊。但是呢也无所谓啊，现在呢再去找回碧云路。整体来讲啊，这边的一些建筑啊，更有色彩，更加开放的感觉啊。
像这些百惠医疗啊、国际医疗门诊部。再次骑行在这条碧云路上，走过刚刚已经走过的这条道路啊，重新领略两旁的社区的风景，同时呢，也在思考这种社区的设计的一些理念和它的一种出处。很多年以前呢，曾经访问过美国波士顿有一个古老的社区。据说呢，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一座非常古朴的小镇你如果是在黄昏的时候，或者呢是在平时工作日的时间，你在街上呢也看不到太多的行人，但是呢，就是让你感觉有一种氛围，可能跟它街上那种高耸的教堂的屋顶，保留下来的几百年的老建筑那种风貌，以及呢更多的就是那种绿植、参天的古树大的草坪等等就会有一种非常浓郁的生活的气息就让人感觉非常的放松，甚至呢有一种想在这种社区里面生活的愿望。当然，这个作为一个游客，可能也就是在我们脑海当中闪念的一丝的念头，虽然呢不可能成为现实但是呢，那种景象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我们经历类似的这种社区的时候就会回想起当年看到这种景象和沉浸在那种环境里面的那份感慨
现在呢，应该已经离开了碧云社区，但是依然在碧云路上行驶啊。经过这条白桦路啊，继续顺着碧云路向西骑行啊。这边的风格呢，就慢慢的趋于中国化了啊。但是呢，多多少少也保留着一种相对密度比较低的社区的风貌。显得非常安静的社区。这就到了黑松路啊。这里为什么会有满街的狗呢？是流浪狗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5个，怎么会有那么多？谁家养的狗啊？都跑出来了吗？碧云路到头呢，就是黑松路啊。现在我们左拐，贴着这条应该是一片公园地带啊，向南骑行。这条路啊，让人感觉啊更加的安静啊。除了驶过的车辆的声音，还有鸟叫以外，
锦绣东路啊。我现在呢在锦绣东路右转。现在呢，通过罗山路啊，这边呢开始叫锦绣路啊，刚刚是锦绣东路。这边呢，到了丁香路上啊，我就右拐了。这一片呢都是浦东啊比较现代的住宅区。经过仁恒河滨城。
看来呢，这里也是非常成熟的一片住宅的社区啊。碧云社区啊和这个联阳社区呢，中间基本上已经连成一片了。但是根据我现在看到的这样的景象呢，看到联阳社区啊，还是稍稍的更偏本地人化啊。看到这些街区啊、招牌啊，还有学校啊，应该都是本地人可能更中意的社区。而碧云社区呢，代表着稍稍有些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啊。方店路，在方店路上啊，我的左侧的马路那边呢，就有一个叫大拇指广场，应该是联阳社区的中心商业地带啊。当然，它的右手边呢，也同样都是一些商业地块。看得出来啊，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社区。我现在呢，在方店路上掉了头，顺着大拇指广场边上呢，骑向方店路地铁站。我记得最早到这边来呢，应该是接近20年以前了吧。当时呢，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刚刚开始起步的国际社区。这个呢，就所谓是大拇指广场的一个雕塑啊，里面呢我们就不进去了。
好，我们今天呢第二段的骑行，从碧云社区呢骑到了联阳社区啊。这一段骑行的路程呢，就在这边结束啊。过了丁香路呢，我就看到了地铁的牌子啊，9号线这边有个车站啊。那我就打算呢到前边地铁站前还了共享单车，搭一段地铁呢回到浦西市区里面。今天一天呢转了2个浦东的国际社区啊，非常开心的一段骑行。也希望呢对浦东尤其是国际社区啊有需要感兴趣的朋友呢能够观赏我的视频，多多少少呢能够了解一些这边的风貌。那我们今天的骑行呢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跟随一贯的支持和观赏，我们下次见，拜拜。